西红柿炒鸡蛋这3个步骤，很多家庭一直做错。哎，您先别急着划走，我问您一句，西红柿炒鸡蛋谁不会做？3岁小孩看一遍都能学个8、9分，甚至有人说，这道菜是中国家庭的入门第一课，是多少人学做饭时炒的第一道菜。可您知道吗？就是这么一道国民家常菜，几乎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出现过它的身影。很多家庭做了几十年，其实一直在悄悄偷走里面最值钱的营养。您可能会说，不就是西红柿加鸡蛋吗？能有什么讲究？哎，还真别不信。同样2个食材，同样1口锅，做法上差那么一点点，营养差距可能就是天壤之别。有的人吃了几十年，越吃越有精神，可有的人吃了几十年，身体却慢慢在抗议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道菜里到底藏着哪3个不起眼却很关键的错误，看看您家是不是也中招了。先给您讲个真事儿，62岁的张阿姨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住，儿女都不在身边，平时自己做饭图个省事儿，图个快手。她最爱做的一道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，简单快手，10几分钟就能上桌，一个人吃也不麻烦，营养又看起来很全面。张阿姨做这道菜有自己的老经验，西红柿一定要去皮去籽，不然口感不好，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吃着还费劲。炒鸡蛋一定要多放油，这样才滑嫩，看着也油亮好看。出锅前呢，她还习惯撒一把白糖，说是提鲜，这样炒出来的西红柿不会太酸，吃着更顺口。这套流程张阿姨做了差不多30年，闭着眼睛都能炒出来，动作行云流水，邻居们都夸她手艺好。可最近这半年，张阿姨总觉得不对劲，明明吃的不少，顿顿都有荤有素，可就是没精神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一口气似的。尤其是下午3、4点钟，准犯困，眼皮跟灌了铅似的，坐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就打起了盹，有时候起身走2步，还会觉得脑袋有点发晕，得扶着桌子缓一缓。去年体检，报告单上血糖偏高这一项，红笔圈出来，格外扎眼。医生还提醒他，皮肤有点干燥暗沉，气色也不太好，可能是维生素摄入不太够，建议他调整一下饮食结构。张阿姨拿着体检报告，心里犯嘀咕，自己天天吃西红柿炒鸡蛋，一荤一素，这不是公认的最健康的家常菜吗？怎么还会缺营养，血糖还偏高呢？她一开始还怀疑是不是自己老了，身体机能自然衰退，没往做菜方式上去想。其实啊，问题恰恰就出在她那自己都没意识到的30年老经验上。咱们先说说西红柿炒鸡蛋本来是个什么样的营养宝藏。这么说吧，营养学界公认，西红柿和鸡蛋都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民食材，可它俩身上的本事一点不比那些贵价食材差。先说西红柿这东西，您可别小看它，它含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抗氧化物质，叫番茄红素。您就把它想象成身体里的清道夫，专门负责清理那些让咱们皮肤暗沉、血管变老的垃圾，也就是那些自由基。咱们平时说衰老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身体里的自由基在悄悄搞破坏，而番茄红素正是对付他们的一员猛将。而且这个番茄红素还有个特点，怕生不怕熟，它是一种脂溶性的营养素。生吃西红柿，身体很难吸收里面的番茄红素，大部分都白白流失掉了。可一旦经过加热、加油、翻炒，细胞壁被破坏，它就像被解锁了一样，释放出来，吸收率能翻好几倍。所以西红柿炒着吃比生吃更养人，这不是老一辈的经验之谈，是真真正正有科学道理的。再说鸡蛋，鸡蛋堪称优质蛋白的天然存钱罐，您把它想象成身体的蛋白质银行，天天存一点，身体的肌肉账户才不会亏空。一个鸡蛋里几乎包含了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，而且吸收利用率非常高，是咱们老百姓最容易买到、最便宜的优质蛋白来源之一，性价比甩很多贵价保健品好几条街。鸡蛋黄里还藏着卵磷脂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， 对眼睛、对大脑、对骨骼都有好处。尤其是用脑多的上班族、生长发育期的孩子，鸡蛋黄真不能随便扔。您看，西红柿负责清理垃圾、抗氧化，鸡蛋负责补充能量、存蛋白质，
这两样东西搭在一起，本该是天作之合，黄金搭档，一荤一素，一酸一香，营养还能互补。可惜啊，很多家庭在烹饪的过程中，一个不小心，凭着想当然的老经验去做，就把这份天生的营养宝藏给白白浪费掉了，甚至还悄悄埋下了健康隐患。咱们说回张阿姨的那30年老经验，这里面藏着3个特别典型的误区。第一个误区，西红柿去皮去籽。很多人像张阿姨一样，觉得西红柿皮口感不好，嚼着有点碍事儿，籽也是吐又吐不干净，吃着不够精致，所以下刀之前先把皮和籽都处理掉，觉得这样才叫讲究。可您知道吗？西红柿皮和籽恰恰是番茄红素最集中的地方。科学测定发现，西红柿的皮和靠近籽的胶状部分，番茄红素浓度远远高于果肉中间的部分。您把皮和籽都扔了，相当于把这颗西红柿身上最值钱的部分直接扔进了垃圾桶，自己却还蒙在鼓里，以为吃的是精华，剩下的果肉营养价值大打折扣，吃了个寂寞。这就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第二个误区，炒鸡蛋多放油。不少人觉得油放的越多，鸡蛋才越滑嫩越香，炒出来的鸡蛋才好看，一片金黄，油汪汪的看着才有食欲。炒鸡蛋确实需要一点油，这个没错，油能帮助鸡蛋均匀受热，让口感更蓬松。可如果油放的太多，鸡蛋就像泡在油锅里一样，一边炒一边吸油，吸饱了油脂，炒出来看着是滑嫩，咬下去满口都是油。这么一来，一盘看似清淡的家常菜，悄悄就变成了热量爆表的高油菜。一盘菜的隐藏热量，可能比您想的要高出一大截。长期这么吃，多余的热量堆积在身上，时间长了，血脂、体重都可能跟着超标，血管里也可能悄悄淤。这就是咱们说的，好习惯画蛇添足，反倒变成了负担。原本清清爽爽的一道菜，硬生生被油给拖累了。第3个误区，出锅前撒一把白糖，这一点尤其容易被忽略。很多人压根意识不到这是个问题。很多人觉得加点糖能提鲜中和酸味，吃起来更可口，尤其是西红柿本身有点发酸的时候，更觉得非加不可。可这一小把糖看着不起眼，悄悄加进去的其实是咱们常说的游离糖，也就是额外添加不天然存在于食物本身的糖分。您可以把游离糖想象成身体里的隐形炸弹，它结构简单，不需要经过太多消化，就能被快速吸收进血液，让血糖蹭蹭往上窜，像坐了火箭一样。尤其是本身血糖就偏高，或者有苗头的朋友，这一勺糖下去，身体的负担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胰岛这个糖分调度员也得跟着加班加点。张阿姨最近血糖偏高，总犯困，下午打盹儿，跟她30年如一日加糖这个习惯恐怕脱不了干系，只是她自己一直没往这上面想。您看，去皮去籽是把营养扔掉，多放油是把负担加进去了，加白糖是把风险埋进去了。这3个动作单独拿出来看都不是什么大罪过，可日积月累，30年如一日的重复，伤害真不小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康家常菜越吃身体越闹脾气的真正原因。那咱们该怎么做才能把这道家常菜的营养真正物尽其用呢？给您分享4个特别简单有手就会的小技巧。第一招，挑对主角。选西红柿的时候，尽量挑那种熟透一点、颜色红润的沙瓤西红柿，这样的西红柿番茄红素含量更高。清洗的时候用流水冲洗干净就行，不用去皮去籽，连皮带籽一起下锅，营养才不浪费。如果实在不习惯口感，可以用刀在西红柿顶部划个10字，用开水稍微烫一下，皮会更容易处理，但咱们的建议还是尽量保留。第二招，控油有技巧。炒鸡蛋的时候，油别一股脑倒进去，先倒少量油，大火快速滑散，鸡蛋定型之后马上盛出来备用。这样炒出来的鸡蛋一样滑嫩，油却少了一大半。炒西红柿的时候再补一点点油就够了，不用重新倒一大勺。第3招，魔法调味。如果您觉得酸味明显，想要提鲜，不一定非得靠白糖，
可以试试出锅前放一点点盐，盐能激发出西红柿本身的鲜甜味道，效果一点不比糖差。喜欢口感更丰富的，也可以加几滴生抽，或者撒一点点葱花，同样是点睛之笔，还更健康。第4招，火候顺序有讲究，西红柿先下锅，中小火慢慢炒出沙瓤和汤汁，这个过程能帮助番茄红素更好地释放出来。炒鸡蛋另起锅，快速滑炒，炒好之后再倒回西红柿锅里，大火翻炒均匀出锅，这样先后有序，既保证了鸡蛋的嫩滑，又保留了西红柿的营养和汤汁。温馨提示一下，炒的时候锅一定要热，油温合适再下食材，这样不容易粘锅，也能减少额外加油的冲动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必须得提醒几类朋友，这几个错误习惯您真的不能再有了。第一类，血糖偏高。有糖尿病的朋友，出锅撒白糖这个习惯对您来说风险最大，一定要戒掉，用盐或者其他天然调味方式代替。第二类，正在控制体重、减肥期间的朋友，多油版本的西红柿炒鸡蛋，热量比您想象的要高不少，控油这一步对您格外重要。第三类，家里有老人、孩子的家庭，老年人和小朋友的消化功能、代谢能力都相对弱一些，少油少糖的做法更适合他们的身体负担。第4类，血脂、血压不太理想的朋友，高油高糖的搭配容易加重血管负担，这道菜稍微调整一下做法，吃得更放心。如果您家里正好有以上这几类情况，今天说的这几个改法，建议您真的重视起来，别再想当然了。咱们回到开头张阿姨的故事，后来张阿姨在家庭医生的建议下，调整了自己做这道菜的方式，西红柿不去皮不去籽，炒鸡蛋少放油，出锅前用盐代替白糖，坚持了2-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，血糖比之前稳定了不少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，下午犯困的情况明显减少。其实健康这件事儿往往就藏在这些咱们习以为常、觉得理所当然的小习惯里，一道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，只要用心调整一下做法，就能把它本该有的营养价值真正还给咱们的身体。食物本真的味道往往才是最养人的味道，简单清淡用心的生活方式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照顾。今天说的这几个小技巧不复杂，今晚回家就能试试看。您家里做西红柿炒鸡蛋是不是也习惯了去皮去籽，多放油加白糖呢？欢迎您在评论区聊一聊您家的做法是什么样的，咱们一起把这道家常菜做得更健康更养人。